林晨，你通敌叛国，勾结上吴国之兵，意欲颠覆大魏，自立为王，你可知罪？知罪？赵帅，你觉得我该知什么罪？自然是通敌叛国的大罪。通敌叛国？通敌叛国？我林氏多少儿郎年满16岁就会上战场，为大魏拼杀。我大哥16岁入边军，19岁战死沙场。我二哥16岁入边军，18岁被上吴国3员大将分尸而亡。我三哥16岁入边军，第一战便面对10倍的敌人，死战不退，万箭穿身而死。还有我五弟，他才14岁。我们都不许他上战场，但他听说有一队斥候被上吴国围困，情况危急，他不顾危险赶去救援，他死在了突围战中。他才14岁，14岁！你们哪一家可以做到这样？哪一家有这样的伤亡？但我林氏无悔。帝国将门热血男儿，保家卫国应是己任，理应前仆后继，无怨无悔。现在你们告诉我，告诉天下人，我林氏要反，要勾结血海深仇的上吴国，要颠覆大魏国祚，可笑！林氏有功自然不假，但那不过是臣子本分。若大魏有需要，谁家不是前仆后继，并不值得说。这话赵帅你说着不脸红吗？赵氏同为大魏将门，这些年来却鲜少上战场，所有恶战血战能避则避，只有论功行赏之时才会往前冲，也敢说前仆后继，领赏的时候吗？哼，你通敌卖国证据确凿，不是你一两句狡辩就能抹去的。如今陛下念在你林氏有功，没有将你林氏一门满门抄斩，已经是网开一面，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林氏世代忠良，有罪的是你，是你们！冥顽不灵，将此子押入天牢，3日后于皇祭所斩首示众，祭奠我大魏英魂。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我要他们付出代价，要用他们的血祭奠忠魂。小子，很不甘心是吗？谁？睡得好饱啊，这一觉应该睡了1万年吧，真是舒服。行了，别猜了，我可不是鬼，过来见我吧，到我这里来。小家伙，跟姐姐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林晨。那以后我就叫你小晨晨好了。随前辈喜欢吧。别叫我前辈，都把我叫老了。以后你叫我女神。这里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嘛，就是个破地方，不提也罢。至于你为什么会来，自然是因为你身上有进来的媒介，大概是玉佩之类的吧。你想想有没有？女神，你可以帮我对不对？
那当然，我这里有世上最厉害的力量，你想不想要？我要。你就不问问代价是什么吗？无论什么代价。好，我喜欢你的性子。有些家伙顾虑这顾虑那，娘们儿唧唧的，我直接给杀了。还想得到力量？我呸！要怎样才能得到力量？真是个急性子。获得力量难道比跟姐姐聊天还开心？小晨晨，自己选一柄吧，只要拔出来，力量就到手了。一柄剑，也想要压服我吗？给我臣服，成为我的力量！哦，九天斩神诀，这就是女神所说的力量吗？小晨晨，你很不错，我破例帮你修复了丹田，不过只此一次，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公主殿下，怎么屈尊到天牢来？难道我这将死之人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陈哥哥猜到了是我吗？何必拆穿我呢？让我做一个乖巧的未婚妻，不好吗？客套话就直接跳过吧，说说你的来意。你们林氏功高震主，哼，一门两父子，父子皆英豪，这威名真是响彻云霄啊！去看看现在的边军，怕是只认林氏帅旗，不认我皇族虎符了吧？一个林兰就足够棘手了，但还有赵无极可以制衡。怪只怪林氏出了个大魏之虎还不够，竟又出了你这个青出于蓝的少帅。若任由你们发展，他日登高一呼，我秦氏国祚岂不是顷刻就要被颠覆？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那么你呢？陈哥哥应该知道，我对权势并无兴趣。什么帝国，什么国祚，靠那些可悲的制衡之术、权谋手段，又能维持多久？唯有握在手中的力量，才是一切的基石。自身的强大，方是永恒。原来是这样。所以陈哥哥，可以将那块清玄令给我吗？我是你的未婚妻，让我代替你前往清玄神门吧。陈哥哥也应该明白，就算没有清玄令，我也可以加入清玄神门。毕竟除了你之外，大魏国便是我的天赋最高。如今既然你去不了清玄神门了，那么这大魏唯一的名额，我用一些手段，付出一些代价，总归能够得到机会。但那样的确更麻烦，会有变数，所以将清玄令给我吧，互相方便，不是很好吗？我林氏余下的族人，军中旧部，放过他们。也包括你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吗？秦月儿，好了好了，别激动，对我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我答应你。龙岩山下，我们出狱的地方。我会遵守约定的，凌晨。或许你没有这般天赋，我们会有一个好结局吧。可惜，你挡了我的路。九天斩神诀，不要让我失望。这就是九天斩神诀的力量，而且只是凝聚了其中一道剑影而已。继续修炼，我必须尽快变强，否则一样要死。可惜身上没有辅助修炼的丹药，否则速度能够更快。哎呀，这不是名震大魏的凌晨少帅吗？呵呵，你不是很强吗？不是盖压同辈吗？现在怎么样？沦为阶下囚，成了一个废物，要对我俯首？
怎么不说话了呀，大天才？你不是很能打吗？来，再来动我一下试试啊！啊！你是谁？少死！记不得我是吧？现在呢？想起来了吗？呵呵，你凌晨过去再厉害又如何？现在还不是个废物。我赵兴永远都比你强，明白吗？啊，呵呵，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小公主殿下顾念旧情，保下了你林氏剩下的那些叛逆，他们免了流放、劳役、充饥，现在已经去兖州了呢。兖州？据说这是兖州王亲自向陛下开口，他说要迎娶林婉儿为妾，尝一尝将门虎女的味道。哎呀，真难想象你那柔弱娇嫩的姐姐被那野猪一样的蛮夷之人压在身下是个什么样子。哎呀，怕是要被摧残的不成人形了吧。不过你林氏满门叛逆，能活着就是恩典了，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是啊。我一定会杀了你。就凭你一个废物，今天就要死的人了，我倒是很想看看你要怎么杀了我。来呀，出手啊！啊！赵副统领，此人要被押入黄济所斩首示众，死在这里的话不太好。哼，这贱骨头没那么容易死，把他铐好，押出去。是。哼，等一下，废物，你不是要杀我吗？我等着你来杀我，你可千万别食言了呀！凌晨，我记得上次你走神武长街可是夹道欢迎啊，这一次却是被唾弃，感觉怎么样啊？那么，开始吧。你以为你逃得了？军阵神迹，却破绽如此之多，赵氏终究是没落了。什么？我抓住他，绝不能让他逃了！叛逆，你逃得了吗？王府重地，谁敢乱闯，杀无赦！我们来此是为了捉拿要犯，你敢拦我们？要犯？哼！我没看到什么要犯进我王府，只看到你们想要强闯。我再说一次，王府重地，你们敢乱闯，杀无赦！你们是要做那叛逆的同党吗？你们延康王府也要背叛陛下？这些话跟王爷说去，我只是一个看门的。延康王爷胆子再大，也不敢窝藏逆犯，那林晨必定已经从另一面逃离，避开王府。追！嫣然，我能帮到你儿子的就只有这么多了。皇叔，下不为例。今日起，本王驻守天门关，永世不回国都。如此甚好。哼！逆贼！没想到这样你还能恢复部分实力，实在令人惊骇。但你选我北门，乃大错特错。陛下赐药并非疗伤之用，而是借我武道桎梏，令我镇剑剑意得以更进一步。束手就擒吧，看在林帅的份上，我让你少一些痛苦。哼，雕虫小技不过是徒劳，又有什么用？横天裂地！什么？那又如何？你以为你逃得了？叛国之贼，
伏住！开启大阵，别让他出城！给我死！此贼伤势沉重无比，只要上岸绝逃不远。传令下去，加派人手沿江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也去吧。少帅，你可别死在别人手里了，属下亲自为你送行。龙游遇水，江河湖海，缺乏丹药，即便是9天斩神诀，也无法短时间内令我恢复过来。米离，你能活着倒是稀奇，是得了什么了不得的机缘？算是吧。不过看来机缘还不够，不然也不用这么狼狈的逃走，应该像那些故事里的主角一般，直接手刃仇敌。米离，你怎么了？今天你有些奇怪。刚才的声音是赤妖咒，能镇妖邪。你既然能保持意识不乱，看来你还是你。情况有些复杂，不必解释。我的族人情况如何？林婉儿已经进入了兖州地界，兖州王的意思是直接召林婉儿去侍寝，而林婉儿的意思，兖州王若是强逼，那就给他一具尸体。林婉儿虽不愿，但不得不为仅剩的几个族人考虑，他别无选择。他答应嫁入王府，条件是要先守灵1个月，同时将族人送往百战废土。想清楚接下来该做什么了吗？我虽然不知道你得到的机缘是什么，但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逆转局势的力量吧。我明白。伤势恢复之后，我会赶往百战废土，我必须救下族人，而且那里也适合现在的我。需要我做什么？你去兖州。好，你运气还可以，有情报显示你那附近有山贼，恢复所需的丹药可以试着从他们入手。另外10楼山脉已有灵药出世，已传了1月有余，暂时不能确定真假，但此去百战废土，若有机会，值得前往一探。至于此刻追杀你的力量，你心里有数。部分士兵已经撤向你那片区域，你最好明早就动身离开。放心，我不会死在这种地方的。山贼吗？看来米离清楚，我体内留有王佑司的镇剑剑意，这东西如复古之具，需要6品疗伤丹才能清除。我曾踏足凝意境，或许能够降低要求，但5品却是底线。这里也没有吗？难道已经离开了这片区域？之前我的确感应到了他的气息波动，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应该不是错觉。他不可能走太远，他需要恢复伤势。现在肯定就躲在这片区域的某个地方。该死！看来老天都在眷顾我。少帅，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危险啊！都伤成这样了，竟然还能出剑。可惜这一剑没能杀了我。少帅，你可知道你这颗脑袋值多少钱？难为你竟然亲自送到我的面前。是吗？少帅，我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千钧境6重，现在的你在我面前不过是一条阴沟里的老鼠，明白吗？但是啊，我的少帅，你的气息怎么这么弱呢？看来要结束了。哼，还在垂死挣扎吗？你不会以为你还能活吧？可惜呀，我不想出意外，不然我真想看着你哀嚎的样子。要借我的头，你还不够格。你
这一刻，3品疗伤丹，品级不算高，但对恢复伤势帮助也不小。咦，这个是？这样，海捕文书对我的威胁将大大减小，以后行动能保险许多。倒是难为你大老远给我送来这面具，助我逃离。听说这次要结九鼎商会，嘿，当家的终于下定决心要我干一票大的了。嘿嘿，我听说九鼎商会的大小姐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儿，不输王都三美。要是这次她也在，那就爽了。嘿嘿嘿嘿。哼，别做梦了，抓到了那也是各个当家的享用，哪有我们的份呢？切，想想也不行吗？赶紧走，可别坏了当家的大事儿。希望有我想要的。4品圣水丸，比4品疗伤丹效果都要好，足够我恢复内外伤。4品暴血丸，服用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幅战力。这是暴剑术，正好配合暴血丸使用。再去其他山寨找找。三叔，现在怎么办？雪儿放心，我们这次准备充足，护卫们个顶个都是好手，而且还有3刀把头在，不会有事的。希望3刀把头能震慑住这些山贼。3刀把头，还请您出面协调。哼，这群混账东西是被财迷了心窍，竟然如此不顾规矩，就不怕自绝吗？张三爷放心，有我3刀把头在，他们不敢做得过火，顶多就是在求些买路财而已，还需三爷有些准备。若是要追加一些买路财，这个好说，我会让他们满意。那就好，我这就出面调停，谅他们也不敢不给老夫这个面子。哈哈哈哈哈哈！雪儿，逃！阴沟翻船，竟然挨了下狠的。小姐快走！小妞，我劝你乖乖的，这样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不然可别怪老夫不怜香惜玉了。小姐快走，我们断后。逃得了吗？3刀把头，这次可真是全靠你了。按照约定，你可以拿走1/3。这个女人，你们谁要？这样的女人可不多，大魏都没有几个。玩一次，死都值了。没有5品以上的刀法武技，可不换。你们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们每个人1门5品武技。这是5品武技阿比刀，够了吧？有谁可以来救救我？救救我！只能另外想办法了。好在内伤外伤都已经恢复。嘿嘿，大当家，咱们这次收获可太大了。您报的美人归不说，光丹药、灵宝、武技、功法等就不下数百，而且还有5品的高档货。若非如此，我们又何必冒风险劫了他九鼎商会，一口气吃饱，才能歇一段时间。那个大当家，你说这批货是拿去黑市换钱，还是咱们自己留着呀？其他的可以卖，但5品丹药，尤其是疗伤丹，不能卖。这可是救命的东西，命没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大当家英明，嘿嘿，渠道啊，我已经联系好了，等咱们撤了，就一并出手。嘿嘿嘿嘿。你做得很好。之前让你准备的药拿到了吗？大当家，这瓶就是药效极佳，男女都有奇效。今儿晚上呀，
保准您还好，路上顺便修炼了爆剑术，这剑技威力并不弱，够用了。还有一枚爆血丸，也能瞬间提升玄力。张大小姐，前面就要到我的山寨了，可惜没法跟你在寨子里恩爱，希望你不要介意。救命！救命啊！这声音可真好听，比黄鹂鸟的叫声还动人。真期待在床上，张小姐也能这般叫。救命！谁来救我？只要你救了我，我张天雪发誓，男的不管你多丑，都嫁给你，不离不弃；女的我给你大富贵，替你寻大帅哥。找死！小子，你太嫩了，自寻死路！你是刘老三的人，给我追！一定要抓到他，我要将他碎尸万段！大当家，那小子比泥鳅还滑溜，所过之处半点痕迹都留不下，实在是抓不到啊！废物，要你何用？走，叫上所有人去刘老三的山寨，我要让他知道，老子不是好惹的。你就不能轻点吗？我是人，又不是货物。今晚抓紧时间恢复，明天你自己离开。你不送我回去吗？不送。我自己回不去的，我连这里是哪里都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走？你什么意思啊？我又不会让你白救，我会给你谢礼的。我九鼎商会绝对可以付出让你满意的谢礼。我会再送你一段路程，在那之前你尽快恢复，最起码不要妨碍到我。胡思乱想什么？这就是个粗鲁的家伙。哼，我身上的东西全都被抢走了，我需要疗伤丹才能恢复。没事就不要开口了。哼，等我恢复过来，我就自己回去。我让父亲给你大把大把的天材地宝，保准不欠你人情。这气味，喂，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姑娘，你还好吧？我不好，我感觉很奇怪，很热，还有，总之很奇怪。你给我的根本不是疗伤丹，这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春药，烈性春药。什么？春药？你给我吃这个做什么？你这个坏家伙，你就不是好人！我都已经答应嫁给你了，我们慢慢来好不好？我不想这样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唉，春药是山贼准备的，大概是担心被别人质疑男人的能力，所以用疗伤丹的药品伪装了一下。我没想到会这么凑巧。总之，你现在怎么样？能控制自己吗？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宁愿自杀，也绝不会让你得逞的。别误会，我担心你控制不住自己，让我跑出去。这山里没人，但公猴什么的还是有的。吞噬龙脉让我一路成长到了霸罡境2重，速度的确很快，但那可是龙脉，龙脉难寻，不可能总是依靠龙脉晋升。鼓楼城城外10楼山脉，1个月前曾传出消息，有灵药成熟，并且伴随异象，有最好，没有就是路过，也没什么。好疼！你昨晚有没有？天亮了，我们走吧。什么人嘛，干嘛这么冷淡？我有这么差吗？
喂，你叫什么名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你。白飞。哦，白飞，名字还可以。那你是哪里人？怎么会出现在山贼盘踞的山里？那个，我看你对我也没什么兴趣，那之前的承诺换一个，你看怎么样？你有喜欢的女孩不？我帮你追，或者我给你介绍漂亮女孩。你干嘛不说话？我不是反悔，这不是看你真的对我没兴趣吗？你要么闭嘴，要么自己走。吃吧，前面翻过几座山，就接近一座村镇了。你在那里应该是安全的。山贼不会追过来吗？应该不会，而且你们九鼎商会的人很快就会寻过来，你只需要等待他们就好。哦，要不你跟我一起回九鼎商会吧？你救了我，我应该给你一份谢礼的，而且我家人也一定会希望认识你。不用，我还有事。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吗？最好不要。哼，这里应该没有危险了，你自己过去吧。白飞，你以后要是遇到了困难，就来九鼎商会找我，我一定会帮你的。当然，最好没有困难，因为我也不想见到你了。二叔，你终于来了。三叔他被人杀死了。张小姐，不如将事情的经过说一下吧，也好让我们有方向去追捕这些胆大妄为之徒。雪儿，这位是禁卫司的周涛周统领，代表皇室，你不要害怕，将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即可。三刀把头，好一个三刀把头，两面三刀！我即刻就发出最高悬赏，全国通缉，一定要为老三报仇！你说有个叫白飞的年轻人从山贼手中将你救下，然后不计报酬将你送到这附近之后便离开了。是的，这样的人倒是少见呢。明知道你是九鼎商会的大小姐，救了你相当于一场造化，却什么也没要，甚至不愿意露面，提前离开。哼，他才不敢露面，他对我……雪儿，那小子对你做了什么？他亲了我一口，2口。那这小子是挺不是男人的。那他有说要去哪儿吗？他也没说清楚，就说会去南边，有事情要办。张小姐若是不介意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提供一下此人的画像，顺便将此人的战斗方式、习惯都详细的说一遍。大人问这么详细做什么？难道他是什么犯人吗？哈哈，那倒不是，只是想了解一下。可我现在很累了。统领大人，雪儿这2日经历了太多，的确是身心俱疲，还请让她休息一下，略作调整再问话。雪儿，要不你先回答大人的问题吧，大人为陛下办事，想必很着急。雪儿，我们也尽快回去吧。你爷爷他……爷爷他怎么样了？父亲这次怕是很难挺过去了。虽然也请来了大魏最好的药师，但也只是吊住老爷子性命。神医圣手呢？不是说去请了吗？那位圣手性格乖僻，哪里是说请就能够请的？不过倒是请了他的一位弟子，大约今日就到了，希望会有好消息吧。神医圣手的弟子已经非同一般，说不定爷爷有救了。希望如此吧。走吧，我们尽快赶回去。如此小心吗？山贼那边查的怎么样了？回禀统领，这是收集上来的信息，还请大人过目。此人还洗劫了山寨，目的是什么？为民除害，
还是另有所图？唉，可惜呀，看到他出手的人都死了，剩下的根本说不清楚。不过此人的境界倒是与那人相似，有些接近。救下张天雪的情形倒是与张天雪所说的差别不大。看来张天雪没有撒谎，起码没有乱说。此人救下张天雪的同时，也从王老九手中夺取了抢夺自九鼎商会的货。他洗劫山寨，抢夺货物，冒这么大的风险，究竟为了什么？善心还是别有用心？功法、武技，还是丹药、灵宝？丹药！那人体内有王佑司留下的镇剑剑意，若没有更强者为他清除，就只有6品疗伤丹药才能够恢复。这5品够用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他，为什么要救张天雪？有相合之处，但也有诸多不合之处。现在看来几率不足30%啊，看来只能追下去了，不然一无所获，陛下怪罪下来无法担待。通知下面的人检索此地通往百战废土的路径，剔除掉大城要道，同时标注出灵药、天才地宝会出现的区域。遵命。3阶妖兽，3眼狂蟒的妖丹，9000斩神诀，不愧是女神口中最强的力量，果然不可思议。不过强度不算太大，与龙脉更是无法相比，只能通过不断的积累，或者猎杀更强的妖兽。总之，先将手中的妖丹全部吞噬了吧。可惜没有5品妖丹，不然一枚就能够晋升一个境界。不过接下来的路将更为凶险，白玉石楼的区域妖兽明显会强大一个档次，似乎有微弱的波动传来。这条蛇不简单，我们都小瞧它了，现在只能先走。正因为这是一条血脉蜕变的银角三尾蛇，才更要得到它。它的价值你们难道不清楚吗？错过这一次，我们只怕没有机会再寻到它了。将所有符都用在我身上，我一定可以杀掉那条蛇。华云，你疯了吗？那样做，我们马上就会被撕碎。不是，让你们撑一会儿都做不到吗？富贵险中求，怕死就不要来这种地方。走，撤出去。不是，你们走什么？差一步我就可以成功了。糟糕，蛟龙之血，留下妖丹，那是我的东西。你敢给我站住！小子，你逃不掉的，我一定要杀了你！没想到暗处竟然藏了个家伙，都是便宜他了。当时你要是听我的话，将所有符箓强化用在我身上，又怎么可能便宜别人？华云，你发什么疯？那时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要是让你一意孤行，我们都得死。如果不是你们那么怕死，我已经斩杀了银角三尾蛇。只要他一死，那些妖兽瞬间就会失去控制，开始互相杀戮。到那时候，你们怎么会死？我们将大获全胜。够了，都冷静一点吧。我们合作了这么久，难道要因为这件事儿就内讧吗？华云，你打了李克，你需要向李克道歉。李克，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是我乱了分寸，希望你能原谅。这就对了，现在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吧。银角三尾蛇还是得找，这三蛇丸对我们很重要。去找王天元。什么？你要去投靠王天元？王天元曾向我抛出过橄榄枝，有意向与我们合作，而且很有诚意。但而前几天他们去探索凌云蛇窟，在出发之前，王天元又来找过我，并且许诺2成收益。
当时我拒绝了，可现在别无他选。凌云蛇窟之中或许还有阴角三尾蛇，我们只能去找王天元合作。与王天元合作，根本就是与虎谋皮。王天元这人儿的确不是善茬，但他现在求贤若渴，我们的目的一致，他应该不会亏待我们。而且我们也不是好相与的，正因为我们实力足够强，那王天元才会请求合作，我们没有必要怕他。刘南，我们一起同生共死这么久，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不要掺杂个人情绪。当然，如果那王天元还敢对你出手，我们绝不会答应，必要决裂。不错，这一点我也保证。好，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么接下来就去凌云蛇窟与王天元会合。兄弟们放心，只要三蛇丸炼制完成，我晋升千钧六重，那时候我一定不会亏待大家。提升不小，还需要更多的蛇类或者蛟龙之术。5重到6重的确难了一点，需要妖丹的数量太多。不过一路积累，也差不多到了量变引发质变的时候了。里面该不是出现了什么吧？莫非是那传说中的灵药？战斗挺激烈的。哦，来了，是驱妖师。这红眼黑蛇是3品妖兽，3星，并不弱了，动作有些微迟缓，看来驾驭能力还不够高，应该不是那个大驱妖师。红顶花斑蛇，途中还杀了一些独狼蜘蛛等，境界距离突破只剩下一丝助力，马上就可以晋升霸罡境6重，说不定会遇上4阶妖兽。气息波动怎么变得激烈起来了？王老大，这里的妖兽太强了，背后那条蛇恐怕有4阶的实力。老大，你给个指示，就这么打，兄弟们实在坚持不住了。哼，周青，我有我的打算，你放心，这一次咱们的收获必然巨大。哼，你就去让那些人多多战斗就是了，他们死光了，我们也不用在乎，不是吗？妖兽太多了，必须全力抵挡，大家不要留力。你们放心，这次的行动只要成功，你们的损失我们全包了，而且还会重谢。王天元，你们什么意思？拿我们当炮灰吗？这话可就过分了，我们探索的是凌云蛇窟，怎么可能不死人啊？这里都是强大无比的妖兽，拼死一战还有一线机会，想逃只会死得更快。所以我劝大家不要有别的心思，全力斩杀妖兽，这样等一切攻成，活下来的我保证你们不会后悔。为了这么多血，妖血人血应该够了吧？搞这么多，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想做什么。要是好东西，本姑娘直接抢走。他就是那个驱妖师，好年轻，不过这驱使手法倒不弱于那位大驱妖师，甚至更为高明，估计是厉害的传承。王天元，你是想让我们全都为你送死吗？华云兄弟，对你我可是真诚的，不然你应该顶在最前面才对啊。哈哈，柳小姐的话应该能感受到我的真诚吧？你看，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受伤，你们一定不会死完，活下来之后乖乖的跟着我，之前的承诺我会做到的。当然我想要的你们也必须给我，否则你说话算话，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哼，老大好了没有？要撑不住了。可以了，就让你们看看何为绝对的力量。
能够臣服于我，乃是你们的荣幸。老大威武，给我杀！终于舍得出来了吗？老子杀的就是你！这个王天元手段倒是不少，那股血光无比邪异，应该不是他本身具备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代价很大，而且难以维持太久。但做这么多，应该不是只为了猎杀那4阶妖兽吧？难道说其实是在守着什么？该不会那灵药真在这里吧？那家伙也想到这一层了。错觉吗？灵药，紫霞雷莲，哼，看来那叫做王天元的也是为了这紫霞雷莲而来。哼，这妖蛇颇具灵智，一直在等待莲子成熟，可惜注定要为他人做嫁衣了。1颗莲子成熟，还有2颗只长了一半，不过等不了了，全部夺取。哼，继续打吧，打完你们就会发现什么都不剩了。哼，你跑不了。引妖纹是那个家伙，杀了他！他夺走了此地造化，找死！什么？难怪可以悄无声息的靠近，并且截胡。你跑不了。妖影血爆，想走没那么容易。是那个驱妖师，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就不怕把自己也搭进去？行，算你狠。只有一处，岩石材质有所不同，要更为坚固，或许能够支撑下来，不会彻底坍塌。不过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无论如何，先提升自己再说。紫霞雷莲的莲子，沿途收集了一些妖丹，足够我晋升到霸罡境6重了。5到6的小砍，意义重大。若是可以趁此机会洗精伐髓，必然能够将基础打得更为牢固。很好，提升巨大，比想象的还要略好一些。4阶的妖蛇，还有那王天元，实力都极强。第4境的战力，即便面对这样的坍塌，应该也能够活下来吧。必须找到出路，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怕是难寻出路。嗨，起码我们还活着，比那些死了的强。总之，先寻一下出路吧，或许有出口也说不定。我们分开找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你在王天元面前出卖我，现在还觉得我们是一路人不成？从今往后，我们分道扬镳。之前我不过是虚与委蛇，不想跟王天元正面起冲突的说辞罢了，你何必当真呢？是吗？多说无益，以后就形同陌路吧。贱人，我是不是过去对你太好了，让你以为可以随便的忤逆我？哼，过去我看你有几分姿色和本事，想着花时间慢慢将你收服。看来我还是太柔和了，让你产生了错觉。你以为我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你要对我出手？别冲动，大家都冷静一下，没必要这样。少说这种没有用的屁话。你要是站在我这边，就乖乖用符箓强化我的战力；要是站在他那边，那就死在这里。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好说的。要是以后愿意跟着我们的，那还是兄弟，吃香喝辣；要是也想走的，那就别怪兄弟不客气了。嘿嘿，我劝你还是别自讨苦吃，好好跟随我，这样起码能活下去。现在想走，你得死。这里刚刚坍塌结束，结构很不稳定，你想要与我一战，那大家就一起死。贱人，你以为这些年我只是在对你好，想让你自愿成为我的女人？哼，别天真了。过去这段时间，我都在给你服用控魂散，
你现在体内积累的药力差不多已经够了，你觉得你有能力反抗我吗？控魂散是你配置的。哼，我花了不少心思研究，终于让控魂散变得无色无味，即便是强大武者，不到你秘境根本无法察觉。可惜研制的稍微晚了点儿，前几个月才炼制成功，所以你体内的药力还没积累到可以让你完全变成提线木偶的程度。不过让你无法战斗还是很容易的。哼，所以乖乖放弃抵抗，免得还要受皮肉之苦。做这么多只为了得到我。你果然聪明，不错，我当然有着别的目的，否则要得到你，我有的是办法。那你想要什么？7项宝藏。怎么很意外是不是？我竟然知道7项宝藏。这宝藏我早年就得到了线索，一直在追寻。据说里面有让人突破到专属境的秘藏，可惜啊，一直都无法寻到确切的位置。不过后来我无意中知晓了你的身世，你是7项后人，对吧？不错，我是7项后人，我知道宝藏的下落。可惜现在就算是知道了，恐怕也出不去了。该死的贱人，这都怪你！你要是早点说出来，又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来，自己过来侍奉我，让我好好发泄怒火，然后我们再想想怎么出去。柳南，你快走，我来拦住他们。给我上！杀了他！你们不上，就都得死！李克，你走！你以为你逃得了？阻止他！不！是你！这里可不能他，不然我也不好处理。是你？你竟然还没死！你倒是运气不错，不过没想到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啊，哈哈，我明白了，你也知道，一旦这贱人砸开了岩壁，二次坍塌，所有人都要一起死，所以你才忍不住出手阻止。哼，倒是个聪明人，我也不想节外生枝，将银角三尾蛇的妖丹和之前所得到的造化交给我，我可以饶你一命。你是觉得我不敢战斗，所以吃定我了，是吧？哼，可惜你算错了。刚才那种情况，我追赶不及，的确会有意外出现。但现在你就在我面前，你觉得你有机会在我杀了你之前击碎那岩壁吗？哼，你太弱了，失去了隐匿，无法偷袭，你又能做到什么？你就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最后是成全了我们。小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想清楚了就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然后夺回我的东西。不到黄河不死心嘛。哼，真是愚蠢。死吧！竟会如此！你是……黑龙的感知内，附近并没有别人，那姑娘也在昏迷之中，不会有问题。疾风步，五品步法，这叫做柳南的姑娘，所谓的7项传人，到底是什么？这是一把钥匙。柳氏就是曾经居住在7项之中的氏族。找符箓，是那个符师的，可惜我不会御符。哼，这药师果然是歪门邪道，正儿八经的治疗辅助丹药不算多，
但各种特殊效果的药却是层出不穷。哼，又是春药吗？伪装得如此精良，不简单。一样是放在疗伤丹的瓶子里，真是。把疗伤丹给我！这丹药治不好你，我给你换一瓶吧。不，我就要这一瓶。这丹药有问题，我劝你不要吃。这药有什么问题？那里面是春药，是从一个阴毒的药师手中得来的。你吃了，不仅对伤势无益，反而会对我投怀送抱。哼，你当我傻吗？你太小看我了。等等，这种感觉，你……哎，我说了是春药，是你不信。你混蛋！我没死，是你救了我。是我。华云他们呢？都被我杀了。你救我，也是为了七项宝藏？自然。你倒是实诚。如果我不配合，你是不是打算杀了我？不会，之后我们就各走各的。七项宝藏，连我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也是未知数。你们何必执着？听起来值得一试。好吧，如果能出去，我带你去七项，但能不能找到宝藏，我可无法保证。怎么把4品疗伤丹丢在地上？不要了吗？我受伤了，正好需要。别！这是刘木珠的丹药，那毁了吧。走吧，接下来一起行动，我会护你出去，之后你带我去七项。好。雷霆九剑，若是主修雷系的武者，应该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力量。不过，不管我亲近何种属性，之前利用了紫霞雷莲的莲子洗金法髓，自然可以发挥出这雷霆九剑更强的力量。凌云蛇窟之下，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空间，过去可不知道。这种意外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怎么，这前面有很多看不见的线，细如刀锋，纵横交错。丝如刀锋，是无色妖蛛。那我们怎么办？现在退后可能来不及了。怎么会这样？什么时候？之前一段路是故意让我们进来的，现在堵住来时的路，这里是瓮，我们成了瓮中之鳖。唉，4品的剑果然还是太次了。一路砍过去吗？自己小心，先往回走。是你，小子，你胆儿挺肥呀，我的东西都敢抢。哼，现在呢，觉得后悔吗？不过你后悔也没用，我会扒了你的皮，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你可以试试。原来是这样，你们被困住了。哼哼，兄弟们，换上弓箭，练一练你们的剑术。怎么回事？你们打一场如何？看看谁先死。哼，你们一战，看谁能活下来。哼哼，小子，看来那小妮子很想你死啊。也好，我一次性成全你们2个好了。将东西给我吧，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这时候了，还想着怜香惜玉吗？真是够愚蠢的！雕虫小技，能多几次？什么？他的力量怎会如此强大？该死，莲子被他用了。这怎么可能？这是周青得到的那门武技雷霆九剑，你怎么会使用？很好，你的确是天之骄子，但老子今天要做的就是扼杀天才。我就不信你能使出完整的9剑。他竟真的直接练成了吗？这家伙是不是人啊？没用的废物！
那个，我说句话可不可以？现在这种情况，理应集合力量寻找出路，没有必要生死相向吧？你们都是暗地里伺机而动的家伙，最后谁技高一筹，自然就夺取造化，哪有必要打生打死的？哼，这混蛋如此无耻，卑劣至极，你竟替他说话，就不怕他给你吃药？那药是我之前一位伙伴炼制的，他喜欢将各种邪异的药伪装成疗伤丹等正经丹药。我想姑娘，你可能是误会了，只是取错药了而已。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那药不能吃。我之所以取出来，是打算毁掉的。是的，他已经把那药毁掉了。你看，我不也没吃吗？哼，你也没我漂亮。你们打好了，最好能同归于尽。果然，在暗地里伺机而动，就准备当渔翁的家伙，一个算一个，都不是好人。这里有些奇怪。无色妖蛛和摄真妖蛛都不是常见的妖兽，或许这里盘踞着更强的存在，可能是某种上位血脉的妖蛛，比如石像鬼女王蛛。哼，我无需你的帮助。那当然，是那条四阶妖蛇。那条蛇死了，如此血肉对于其他妖兽而言乃是瑰宝，必定要尽快吞噬掉。镇魂剑，我帮你得到你石像鬼女王蛛，但那条四阶妖蛇得归我。好。哼，少看不起人。按照约定，那是我的。之前妖蛇双脚曾爆发雷霆，威力不俗。这里的洞窟很狭长，或许就可以通往地表。休整一下吧，我饿了，需要吃的。哼，烟飘到了6处洞窟，不过只有1处的烟最多，应该是最有可能拥有出口的。可以给我1碗吗？好好喝，好喝，好吃。我讲了。哼，这位妹妹，你要不要也来1碗？刚在水里太凉了，喝这个暖暖身子，喝一点挺好的，之后也不知道要遇到什么危险，多一份保障嘛。哼，也不知究竟是哪儿来的，如果不是大魏，会是哪个国度？下面有东西，10楼山脉出现的灵药，恐怕就是这一株了。没想到因祸得福，蛇窟坍塌，反而让我来到了此地。你拿到了什么？一株灵药而已，不是什么珍稀物种。你胡说！信不信随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他打出了一个通道，不过动静不小，可能会引来其他人。我们速速离开。老实说，现在只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七巷在何处？在鼓楼城中。我明白了。那边是白玉石楼，那里则是凌云蛇窟。也不知道这10楼山脉中10座鼓楼究竟有什么秘密，数千年不朽，不知是为何建造的。咦，白玉石楼上面是不是有人？似乎打起来了，统一的银色甲胄，该不会是银甲军吧？走吧，我们去鼓楼城。这不是柳南吗？听说你们这次跟着王天元猎杀妖兽，结果遭遇大坍塌，几乎死光了，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柳南，恭喜你回来，走，我请你吃饭。七少君，你是要找事吗？哈哈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可是为你接风洗尘，你是打算不给这个面子？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人护得了你。七少君，你的面子我不给又如何？小子，你该不会是想要英雄救美吧？啊，别傻了，为了一个女人丢命，何必呢？更何况就你一个小废物，你觉得你有这个能耐吗？啊，把手拿开。小废物，你非要找死是吧？老子成全你。小崽子，废物东西，别许人出头，现在让你死。
走。快要彻底成功了。哟，这不是小晨晨吗？不错嘛，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有些超出预期呢。我掌握了天巫的力量，是不是可以尝试拔出第二柄剑？你还真敢说，就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说掌握天巫的力量？小子，你还差了108000里呢。不过嘛，你还没接触过太高端的武道世界，会这么想也不算奇怪。姐姐我呢，就不笑话你了，真是不好玩的小子。小晨晨，你这样可找不到女朋友哦。不过也无所谓，你见过我这绝世姿容，相信这世上所有女人，在你眼里都已经是庸脂俗粉，必然提不起兴趣。唉，我真是作孽呀，白白浪费了一个少年郎的青春年华。行吧，你虽然如井底之蛙，看不到那广阔天地，但有一点倒是没有说错，你已经具备拔出第二柄剑的资格，自己选吧。不过姐姐可提醒你，拔第二柄剑的难度会更大，小心被反噬。你要干嘛？问你话呢，你想干嘛？我要把剑拔出来。不许拔，都说了不许拔出来，不许拔，插回去，插回去。不许笑，插回去，不许拔。快住手！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要是将剑拔出来，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我们可是好不容易……给我出来！还是拔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完了完了！白叔究竟是具备怎样的力量？你这个大笨蛋！笨蛋笨蛋笨蛋！你是剑灵吗？哼，算了，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的。你好弱，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弱的人。过去没有人将你拔出来吗？是呀，他们都觉得我不适合他们，所以将我留在了后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过去那些人最多拔出了几剑？6剑，没有人在6剑之前选择我。你还是好好修炼吧，现在的你实在是不行，太弱了。你愿意帮我强大？那当然，我要让你去反制他。要如何才能激发你更多的力量？吞噬妖丹吗？我又不是那粗鄙的龙，吞噬升级这种事太不符合我的气质了。那该怎么做？认字，这你就不懂了吧？字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当然了，不是一般的字，是古代文字，文字中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力量。你刚才那表情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你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字拥有多么恐怖的力量。那怎么得到古代文字呢？你得去找啊，去古籍、遗迹、各种古代之物上面寻找。好吧，我会留意古代文字的。第二柄剑到手，9天斩神诀更进了一步，战力提升不小，也该去寻找7项宝藏了。你出来了，没想到你比我还慢，不太像你啊。在修炼有了一些新的体悟。走吧，我只能带你去入口，至于能不能进去，我没有把握。两位，这是准备去哪儿啊？杀了我的手下，该不会打算一走了之吧？他是刘光头，跟王天云平起平坐的存在。之前那7少军，算是他的人。刘光头，为了一个7少军，不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吧？哼，柳南，你还要跟我装蠢吗？你们的事情已经传开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10楼山脉之中，灵药出世，已经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谁都寻之不得。但就在不久前，
消息已经传回，那灵药确定被采摘了。这样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不是你，就是那小子。我没有得到什么灵药，我看你是找错人了。是当时在白玉石楼那里乱战的人，他们也回到了鼓楼城。牛羽大师，您觉得这样能够寻到那灵药吗？这谁说得准呢？但万一寻出来，不是好事吗？反正也就是这些阴沟里的老鼠互相撕咬罢了，我们全当看戏便是。那个此前寻到的那株药，当真无用吗？龙眼草药效弱了点儿，虽然是张老爷子所需，但作用不大，不会比我特意配置的丹药更好。唉，既如此，是否还去别处寻找？毕竟我爹的情况已经拖延不得了。你这是不信任我吗？大师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这龙眼草也珍贵无比，是否它就是那所谓出世的灵药？我是担心在这里平白浪费了时间。你放心便是，我的判断不会错，那株龙眼草不过是半生之物罢了。在那片区域必定有一株龙眼花，而龙眼花乃是极为接近七品的灵药，药效超过龙眼草太多，甚至都不需要花瓣，只需要2片叶子就能助老爷子脱离险境。若如此，那就太好了，到时候还需仰仗大师了。先看看吧，或许龙眼花真的在某一只老鼠手中。出手，杀了他们！自己小心。看来那灵药果然被你们得到了，来得正好。好大的蛮力，这什么肉身？一本书若没有字，那还能叫做书吗？自然没有力量。你赶紧去找字，镌刻上去。书中自有一切你所想要的。根据镌刻上去的古字而加成力量吗？潜能倒是巨大，当下虽然不可观，但未来可能还在天屋之上。这就是那灵药的力量吗？该死的，你敢！你以为你能一剑斩了我不成？龙气，此人身上散发着龙气，他得到了龙眼花，而且服用了。什么？寻常人无法一次性吸收那么庞大的药力，他身上应该还有剩余。去，带他过来，剩下的龙眼花他必须交出，那不是他应该拥有的东西。那徽记是九鼎商会，那可是全国最大的商会，生意遍布国内，触角甚至伸到了其他国度，富可敌国。他们的人怎么到这里来了？哼，他们来这里做什么？据说不久前他们的白玉石楼那里与咱们探险者的队伍起了冲突，死了不少人呢。应该是在找那株出世的灵药，为此不惜花大代价雇佣银甲军。那胖子身上带着古鼎徽章，衣着华贵，怕是在九鼎商会中身份不低，起码是一位分会会长级别。他身边的银甲男子气息凝实，锋锐无比，如同出笼的猛兽，不愧是银甲军，乃是百战猛将。据说他们的兵士能与边境王牌军团的士兵相媲美，而这个人应该是副统领。副统领？看他的样子还很年轻啊，恐怕不到30岁吧。银甲军有50岁以下的副统领？怕是后起之秀，天赋极强的存在。哈哈，这位小友，我主人看你身手了得，想结交一番，邀你前去顾宁楼顶楼一叙，不知是否方便？我还有事，不方便。小友可能不知，我家主人乃是九鼎张家的张四爷，他可不常召见外人，这次乃是破例，说是小友荣幸也不为过呀。而若是能得我家主人赏识，对小友来说将有难以想象的好处。
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小子，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家主人既然请你去，那你就只能去。我想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该怎么做。拒绝我们只会自讨苦吃，反之有你好处，乃皆大欢喜。如此算来，救了张天雪也不算毫无作用。哼，想好了吗？见一见可以。那就跟我走吧。见一见可以，但你很讨厌，我不想再看到你。那依你的意思该如何？觉得没面子抢摆谱？年轻人真以为自己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你跪在这里就可以了。找死！哼，看来不过是个莽夫罢了。待会儿无需跟他废话，直接拿下拷问，夺取龙眼花便是。呵呵，两位放心，经纬既然出手，马上就会把他带过来的。你，大人，我去将他请来，去砍了他2条腿。慢着，大人，难道你担心我会败不成？你们看，他自己过来了，此子绝非池中物。哼，好啊，来得好，我倒是要看看这老鼠想做什么。找我什么事儿？说吧。就是你得到了龙眼花。药师，九鼎商会的老爷子，据说病危许久了。张家一直在寻求治疗之法，这药师一口说出了龙眼花，看来的确有些本事，能判断出了龙眼花的存在。之前灵药被摘的消息传出，应该也是他所为，就是要利用流光头等为他寻找得到龙眼花的人。如此年轻，却有这样的本事，难道是神医圣手的弟子？是啊，小友，我想要你手中剩下的龙眼花，你开个价，我张长林一定满足你。抱歉，我已经全数炼化了。什么？可笑，你才多少实力？怎么可能如此短时间内炼化整朵龙眼花？必然还有剩余。我劝你乖乖说实话，我乃是神医圣手的弟子，你觉得你能比我更了解一朵龙眼花能有多少力量吗？吸收不了就不能吃了吗？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小友，你当真耗尽了整株龙眼花？小友你放心，只要你能拿出龙眼花啊，不，就算不是花瓣，只是叶子，我张长林不仅可以给你满意的报酬，也能够保证没人会伤害你。阁下可以联系到张天雪吗？小友可是认识我那侄女？不错。四叔，怎么样？是找到爷爷需要的灵药了吗？有线索了，雪儿不要太担心。雪儿，此人你可认识？白飞？四叔，他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哈，父亲所需的那株药可能被这位少年得到了。真的吗？白飞，你救救我爷爷好不好？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的。我知道欠你很多，还都还不完，那我下半辈子慢慢还好不好？要实在不行，我不给你当正妻，做妾也可以，只要你救我爷爷。天雪小姐何须如此？有我在，定然可以救下你爷爷，根本没有必要与这阴沟里的老鼠低三下四。啊，小友，雪儿的确很心急，她为了她爷爷能够活下来，愿意做任何事儿，还请你看在她一片孝心的份上，答应帮忙，我张家必有厚报。报酬我们可以聊一聊，不过今天我只能想到部分，等我有所需，会自己跟张天雪联系。小友放心，我张家保证，凡你所求，一定竭尽所能。这剑不错，哈哈，此剑称作飞羽，乃是我年轻时候的佩剑，如今虽然不用了，但却一直带在身边。我观小友乃是用剑之人，就赠予小友了。花瓣我已经吃了，只剩下这4片叶子。哈，宁玉大师，您看这4片叶子是否足够为我父亲调配丹药？4片叶子的确有用处，但我不相信他吃了所有花瓣，他根本炼化不了那么多，一定还有保留。
龙眼花味道不错。你给我站住！剩下的龙眼花你必须留下。哈，宁宇大师，我想这位小友应该不至于撒谎。他并不了解龙眼花的力量，所以直接全数吞服了。固然浪费，但也无可奈何。好在宁宇大师您经验单道，能够利用龙眼花的叶子炼制我父亲所需的灵丹，实在是我张家之福啊！如今既已得到灵药，我的意思是咱们抓紧时间回去，免得耽搁了。我于丹道一途早已走出极远，有我在，张老太爷的病症无需担心。那就全靠宁宇大师了。统领，我们接下来怎么做？何一丹？白妃必须死！哼，就算是不说，我也不会放过那小子的。他重伤了经纬，折了我银甲军未来一臂，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派出去的人有好好盯着那小子吗？呵呵，大人放心，我们的探子您还不了解吗？那小子甩不掉的。上面写的应该就是那小子现在的位置，咱们直接过去吗？走。怎么了？大人，探子回报，他们跟丢了。什么？废物，连个小子都盯不住，要他们有何用？那小子一定还没有离开鼓楼城，让队里的人都散出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是。入口就在前面了，你从我那里得到的钥匙能够前往七巷门前，但过去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七巷。不对，看着有些眼熟，那是……我最开始也十分的惊奇，那怎么看都像是10楼山脉中的10座鼓楼，但我接近不了，所以也印证不了什么。有强大性质在吗？还是别的力量？哦，有点意思。你找找，看看这里是不是镌刻着什么古字？古字？字即是印记，是武道走到一种极致之后，化繁为简，将之写成简单几笔的字，所以古代文字皆蕴含可怕力量，是一种武道的体现。这里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然为了保密，我来到这里的次数极少，但每次过来我都会仔细寻找。这里早已被我翻了好几遍，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的。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传承下来吗？没有，疑似的东西我都已经尝试过了。血脉呢？你是说我的血可以开启此地？没用的，我曾经受伤，在这里流过血，并没有发现什么变化。或许是有所变化，但你却不曾察觉。哼，大白痴，这都看不到吗？那么大一个字，估计你平时都不好好看书学字。你看得到？那是当然，我的书页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哼，好大的戒！这个字叫做戒吗？这就是古代文字吗？你不用看了，看了也不懂。这么大的古代文字你还没有办法镌刻，而且戒这个字蕴含了太强的武道，已经形成了法则，现在的你也使用不了。唉，进去吧，有我在，这个字拦不住我们。还好我拥有意识，乃是灵体，所以能够主动镌刻部分，但想要全部镌刻下来，还是需要你自己的本事，所以好好看书学字，知道没？这样的力量，天巫是否也能够穿透？天巫？那条破黑龙？野蛮之辈，连书都没读过，他能有什么本事？认识字吗？有一定可能吧，毕竟黑龙天生就可以无视禁制大阵的，但他只能够破解，并非可以无视禁制大阵等蕴含的力量。你以后也应当心。另外，古代文字某种意义上虽与禁制大阵有些类似，但事实上其本质是有巨大区别的。它是武道意图走到某种极致的体现，关乎法则，你以后自会明白。直接接引离去了吗？也不知能得到什么。这妖丹属于战冰火蛟蛇，这种妖蛇最为强大的力量便是蛇性线束，可以将自身妖力凝聚于极细一条线束之中，
然后以炮击爆射，威力惊人。不错，远距离的攻击手段，而且通过蛟龙外衣能够实现360度全方位攻击。千羽剑，速剑士。白叔，看看这些古物，其中不少是刻了古字的，是否有古代文字？都不算太旧，说是古物，最多也就1000年吧。有收获？这上面有伪历留存，过去的确镌刻着一个古代文字。我想这应该是某个宗门的镇山石碑，后来破灭，然后流落到了这里。好好看，好好学，这种级别的字你应该能够镌刻。盾，哼，能将我拔出来，这点本事应该有。古代文字是强大无比的武道凝聚，需走出自己的路才能够书写。不过每个人的路不同，天生就有强有弱。比如之前的戒字乃是极为可怕的武道所书写，而这个盾只是小道而已。而你作为旁观者，只要武道天赋足够，便可以循着这个字的笔画与昔日镌刻古代文字之人产生共鸣，自然而然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与力量。看到字，认识字，书写字，写好字，这是完全不同的，难度递增。第一次镌刻就有这样的水平，不错了。这就是古代文字的力量吗？如此力量，当真惊人。而这只是镌刻在白书之上而已。若有朝一日，我也能将自己的武道凝聚出文字，又会是怎样的力量？现在就看看这7项宝藏到底是什么吧。这是什么？妖族？奇怪，这小东西长得怎么这么别致？这是什么？看着应该是九鹰吧，不过一般来说九鹰只有9个脑袋，它怎么长了10个呢？书中有云，九鹰生于天地初分之时，于深山大泽阴阳之元气氤氲交错之地化身而出，乃是9头蛇身，自号九鹰。这玩意儿身体强横异常，天生就近乎不死之身，一头一命又加9命，只要有1命尚在，只需于天地间采集灵气就能恢复，几乎是杀不死的。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10个头，难道多出来的一个是刘？这地方与这10首九鹰有关？或许吧，那10座鼓楼可能就是用来封住九鹰10首的，毕竟九鹰着实难杀。你知道这个人吗？不知道。白叔，这九鹰算不算蛇？这个也算吧。那7项的始祖封印了1半九鹰妖丹在此，若是得到由黑龙吞噬，即便只是一小部分好处，都是巨大无量的。你可以试试。7项之人为后人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他正在快速地吸收仙人所留的力量，不算弱。对他来说，无异于改头换面，重塑命格。这地面写了一个字吗？依旧是那个戒字，不过简化了许多。白叔，你能将戒壁开启些许吗？我想试试。九鹰乃是天生凶兽，极为恐怖，更不要说这头九鹰很特殊，竟然有10个头。很多时候试试就试试，这种存在即便只是渗透出来一缕力量也是恐怖的，你可想清楚。我想我既然修炼9天斩神诀，一头凶兽而已，没什么可畏惧的。区区人类，蝼蚁一般，有能耐释放本座。戒壁开始凝时，你时间不多。人类，你敢吞噬本座的力量，终有一日你会知道这是何等愚蠢的做法。这是什么？这是霸罡战甲，唯有将霸罡境修炼到极高层次的武者才能够凝聚，而拥有霸罡战甲之人，战力将全面提升，极为不俗。不过你所处的这个国度太过偏僻了，过去的历史中应该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一步，你不知道也正常。对了，10首九鹰的能力是否也能得到？多一个头，多一种攻击方向与手段，帮助极大。不过好像没能夺取10首九鹰每一个头颅中所能凝聚的力量。这次的收获已经超出预料，差不多可以出去了，后会有期。
总算是露面了嘛。以为躲了一天就能够避开我们，悄悄从这鼓楼城出去。哼，走，去杀了他，我们也能趁早回去。这次我会亲手杀了他的。哼哼，你放心，他的命会留给你斩的。小老鼠逃得挺欢实啊，但你以为你逃得了？你们等了一天也想杀我，只是因为我将你击败。哼，你倒是敏锐，可惜还不够敏锐，否则你就应该好好躲在臭水沟里，别让我们发现。告诉你也无妨，那位宁宇大人比我更想你死，为此不惜付出一枚合意丹。哼，你这条贱命竟然能值一枚合意丹，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啊。好了，你差不多可以死了，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你以为你真的战胜了我？你以为你那点力量能够将我超越？你以为凭借出其不意的战法能够生效第二次？我现在就让你明白，小丑永远是小丑，即便侥幸赢了一次，也改变不了什么。而对于真正的强者，些许磨难只会让他变得更强，然后一雪前耻。怎么可能？八纲境9重，你很强，强得出乎意料，但今日你必须死，在我尹家军阵之下，你不可能活。小子，我尹家军阵冠绝大魏，甚至不弱于边境王牌军团，你能够见识到，死也值得。你说不弱于什么？哼哼，自然是不弱于林家军。我尹家军若是上战场，一样可以打出大捷。杀！乌合之众。你做得到吗？这是军阵，你以为是散兵游泳？给我死！什么？这可恶啊！杀了他！杀了他！这就是你口中不弱于林家军的王牌军团？就这也配跟林家军相比？土鸡瓦狗！饶了我！饶了我！哼，杀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别人也不想死？真是厉害，八纲境9重斩杀了宁意境强者不说，还直接破阵，当真不可思议啊！哟，这么冷静，果然不一般。认识一下，我叫周涛，如你所见，我是一个禁卫统领。皇室禁卫来找我做什么？哎呀，任务在身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凌晨，那个帝国叛逆。哎，是啊，可不就是他吗？好好的逃个什么，结果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这要是找不到，回去怕是要掉脑袋呀。你觉得我是凌晨？老实讲，我觉得你不是。在你身上我看不到多少与凌晨相似的地方，反而是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不胜枚举。力量、境界、战斗方式，所用的招数全都变了，连气息都不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凌晨。那大人应该去别处找找，不是很着急吗？是啊，解决掉这边的事情，的确还要去别处。唉，劳碌命啊。什么事情？虽说我不觉得你是凌晨，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可能性。你的长相与凌晨完全不同，如果你真是凌晨，要如何做到这一步呢？只能是人皮面具。交友，让我探查一下你的脸，如果你没有戴人皮面具，那么你就可以离开。大人如果觉得有这必要，那么大人就来试试吧。哼，那就试试。呵呵，你很不错，时机把握的都快超过我了，可惜
太弱！哼，张长林倒是慷慨，给了你5品灵剑，否则剑与人皆撕裂。不可能，反应很快，时机很好，攻击更是犀利，但太弱，你不懂吗？什么？是毒？哼，雕虫小技，你以为能奈我何？你逃得了吗？怎么回事？好在此人大概率不是凌晨，否则我的脑袋怕是保不住了。看来只能去百战废土了。这跟当初逃出国都的样子还真是没多少差别。赵承思亲自迎接，却连面都不露，看来在皇室之中身份地位不一般。车队中并非只有皇室的标记，还有其他门阀宗派，看来是由皇室牵头，数个势力一同来此。张天雪，白妃，你在吗？有什么事？还不让我看到你，装什么神秘嘛？我还不想看到你呢。如果没事的话，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等一下，干嘛这么冷淡？谢谢你的药，在宁宇大师的帮助下，我爷爷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已经恢复意识了。爷爷还说想要见见你，亲自感谢你呢。是吗？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可以到我家来。我有事。不来就不来，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宁宇大师需要许多药材，我要陪他去收集。你跟宁宇走得很近？也没有那么近。宁宇大师乃是我家贵客，而且对我们有恩，我当然要招待好。他寻找药材也是为了爷爷，我陪同也很正常。宁宇救了你爷爷，自身又是神医圣手的弟子，且他对你意思很明显，我想你家应该很愿意顺水推舟。你不是对我毫无兴趣吗？怎么了？现在又想让我遵守约定了？我可告诉你，我家人对宁宇大师的确很满意，已经有长辈来探过我的口风了。这样吗？你不是不近女色吗？问这些干什么？我不是不近女色，只是不近你而已。那你想近谁？起码王朝公主等。好啊，你去找你的公主好了。我还告诉你，最近皇室有皇子公主前往百战废土，你去那边找他们吧。祝你成功。是吗？如此尊贵的公主殿下，为什么要去百战废土那种险恶的地方？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去找公主。行啊，百战废土那么危险，说不定还真有你英雄救美的机会，到时候做一个当朝驸马可神气了。另外我还告诉你，一起去的还有各大门阀宗派的年轻翘楚，不乏贵小姐与宗门圣女，你机会多的是。甚至连其他国度的公主你也有机会遇到，你加把劲儿，说不定就成了2国驸马。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据说有世外大宗的强者在百战废土出现，欲挑选弟子。是啊，你的机会又来了，说不定世外大宗还有年轻的女弟子一同过去，那可比王朝公主还要高贵得多。你去找他们好了，必然一飞冲天。难怪皇室的皇子公主会出动，这样的机会的确不可能错过。你最好不要嫁给宁宇。关你什么事？免得你做寡妇。你想的可能有些多了，还是先面对现实吧。就是不知道范围有多广，若是瘴气不厚，倒是可以强闯过去。总之先恢复伤势，明天一早再看。有一股力量包裹着五脏，应该是服用了极高品级的疗伤丹药。